手机弹出一条推送，博主说：“我怀疑我小时候是被拐卖的。记忆里我家应该住大别墅，院子里养了一只金毛狗。一年夏天，我因为贪玩，和狗一起滚进草丛，右手臂上留下一道长疤。网友们都说他是穷疯了，幻想自己曾是少爷，但我却如遭雷击，因为他和我记忆里丢失的儿子一模一样。友友们，我怀疑爸妈是人贩子。”快睡觉时，手机忽然弹出一条推送，我下意识就点进去看。为了寻找亲子，我常年关注很多好心帮忙寻找走失儿童的博主，但这条推送的内容让我如遭雷击。博主原文是这样写的：友友们，我刚才刷到一条寻亲信息，发现和我的特征完全一致。首先是我的长相，我和信息里描述的一样，都长了一双丹凤眼。然后就是一些模糊的记忆，我还记得我曾经住在一栋大别墅里，院子里还养了一条金毛狗。有次我贪玩和金毛钻进草丛，不小心摔倒，被树枝划破手臂，现在右手臂上还有一道长疤。我找爸妈确认过，可他们说我的伤疤是因为小时候被朋友欺负，那家人还赔了不少钱，事后搬走才彻底没有联系。但那条寻亲信息里竟然着重提到了这道伤疤，我感觉不是巧合。最后一个令我产生怀疑的是，我爸妈一直对我不亲，尽管我是独生子，但他们对我永远不冷不热。友友们，你们知道那条信息是谁发布的吗？我想联系上他，查清自己身世的真相。博文一经发出就转载过万，很快就有网友扒出那条已经被我删掉的寻亲信息截图，贴在评论区。又一个想上赶着给首富当儿子的，承认吧，你就是看过这个才编故事，想引起首富的注意。流量密码是让你彻底掌握了，这么有勇气蹭热度，不怕首富真找你做亲子鉴定啊？醒醒吧，博主！首富老公已经说过，他妻子是因为10几年前的一场刺激引发精神紊乱，他们之间只有一个女儿，就是霍大小姐，压根没生过儿子。我记得这个瓜，当时还有不少人骂霍敬亭重男轻女，生个公主一样的女儿还不知足，非要幻想自己生过儿子，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爱丁堡。看完评论，我雀跃的心脏像被泼了一盆冷水。我开始产生怀疑，那些关于儿子的记忆是否真的只是我自己一厢情愿的幻想。抛开10几年前那场意外不谈，我一生顺遂，家庭生活十分美满。大学时我成绩优越，受人追捧。结婚几年后，我自主研发的程序被人看中，我因此一举成名，迅速发家致富。丈夫支持我的事业，自愿辞职照顾家庭，让我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在短短几年内成为倾城首富。可惜树大招风，我遭人绑架勒索，虽然后来成功获救，但我却产生了很严重的心理问题。最直观的表现就是，我经常会幻想自己曾经有过一个儿子，而我的儿子在绑架中为了救我遭遇不测，至今下落不明。可身边的所有人都告诉我，我压根没有什么儿子，自始至终我都只有霍香一个女儿。但博主接下来的话却彻底让我坐不住了。他说，我记得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桂花糖，有次我嚷着让我妈做给我吃，可她却满脸不耐烦，说她从来没做过桂花糖。但我分明记得，我妈妈最擅长做桂花糖。我心绪难平，恨不得立刻见到博主。我会做桂花糖，这是连我丈夫都不知道的一件小事。评论区已经为了博主吵得不可开交。有人说博主描述详细，说不定真有内情，但大多数人还坚持称博主就是为了蹭流量热度，信口胡说。你要是想红我，就帮你艾特霍总，到时候真出事，你可别删文跑路。绝对不跑。博主回应得非常坚决。很快我就收到他的私信消息，请问是霍女士吗？我想和您聊聊那封寻亲启事。我几乎是立刻给他回复，我想知道有关于他的更多事，来佐证我一直以来的幻想就是现实。对方也是秒回，激动地提出要见一面的想法。出于谨慎，我先询问他更多关于幼时的细节。你还记得自己以前叫什么名字吗？他记不清了，我现在叫程兰，是我爸妈给我起的名字。我有些失望，紧接着我就询问他是否可以给我发一张照片。其实对于自己儿子，我记得的并不太多。刚出世时，我还能说出儿子的大致轮廓，找了画像师画了一幅差不多的人像画，拿给家里人挨个辨认。可所有人，包括我的老公在内，大家都说我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个孩子。他仿若人间蒸发一样，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只在我脑海中烙下一个不太深刻的印记。后来我在网上大肆寻亲的事情闹大，女儿因此受到不少非议，甚至一度被人骂到无法出门。老公为了保护女儿，干脆让人把网上消息全部删除，画像也一同被销毁干净。女儿哭着求我不要再执着于找一个根本没存在过的儿子，我不想让最爱我的亲人为难，所以也就再没提过寻亲的事。这么多年下来，我渐渐的都有些记不起儿子的样貌，只是模糊又执着地认为我该有一个儿子。程兰很大方地发来一张自拍照，照片应该是她近期拍摄的，看上去的确和我的眉眼有几分相似。我激动起来，连忙要了她的私人联系方式。我们加上好友以后，我就迫不及待去看她的朋友圈动态。我像一个偷窥者，想一口气补完错过她的所有时光。我看到她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看到她和自己家人的合照，那一瞬间我竟有些热泪盈眶。我主动提出要和她见面，地点就选在她的大学附近。
为了防止被我老公和女儿发现，我借口去看心理医生，独自出门。一路上我的心情都忐忑不安，甚至连握着方向盘的手都有些出汗。我打了满腹草稿，字斟句酌，生怕说错一句话让程兰对我产生抵触情绪。说实话，就算程兰不是我的儿子，我也觉得和他有缘，想和他成为可以说隐秘的朋友。终于到了约定的咖啡厅，说来也挺好笑，我在商场上叱咤风云，如今却因为要见一个20出头的小年轻，心慌意乱。我朝大堂里环顾一圈，就看到一个穿着牛仔裤、白色衬衣的年轻男孩在朝我挥手。他本人就像照片里看上去那么阳光，充满朝气，只是双眼红肿，眼底还有一片血丝，莫名平添一抹阴郁。他朝我伸手，手心里静静躺着的是一枚染上汗水、有些融化的桂花糖。我一时走神，没注意到他接下来的举动。下一秒，剧痛就从脖颈处迅速蔓延开来，我应声倒下，耳边都是客人惊恐的叫声：“杀人了！”再睁开眼，我猛地坐起身体，气喘吁吁，肩膀骤然搭上一双温热的大手，我吓得尖叫一声，慌乱中摔在地上。随着咔嗒一声轻响，四周被一片白光照亮。老公担忧的声音在耳畔响起：“你怎么了？做噩梦了？”我这才抬起头，睁着惶恐的眼睛，像是迷失在黑暗森林里。隔壁女儿也听到动静，匆忙跑过来搂住我的身体：“妈，发生什么事了？”四周静悄悄的，是我睡了几十年的卧室。我这才意识到，我竟然重生回程兰发博文的那天晚上。我赶紧去看手机，但鬼使神差的，我刻意避开了女儿和丈夫，时间还定格在程兰向我打招呼的那句：“请问是霍女士吗？我想和您聊聊那封寻亲启事。”一颗心恍若肋骨，我连连摇头，谎称自己只是做了噩梦，然后带着手机躲进洗手间里。我正想冲澡舒缓精神，下一秒，诡异的事情发生了。我发现我的指甲里竟然残存着已经凝固的血迹，被杀前的场景就像一卷水墨画，再次不受控制的在眼前浮现。你该死！见面时，程兰只对我说了这么一句，他一刀封喉，我放肠死亡。临死前，我拼尽力气攥住他的手臂，这些血应该也是因为那时抓破了程兰的皮肤。现在他正提醒我，自己刚刚的确确从鬼门关走过一遭，我不禁觉得后背发凉。那句该死一直在我耳边萦绕不去，我竟不知有人居然恨我到不惜在大庭广众之下把我杀死。丈夫不放心的砰砰敲门，我赶紧回应自己没事。等到四周安静下来，我才重新审视起程兰发的那条博文。虽然他字里行间流露出的都是无辜，可结合他要杀我的事实，我怎么看都觉得他是蓄谋已久。还有他提到的桂花糖，如果他只把认亲当作幌子，绝对没可能知道这种细枝末节。直觉告诉我，他一定和我存在某种联系。私信里，程兰见我没有回应，还以退为进，说为自己贸然打扰感到抱歉，他只是太想知道真相，才会发出那篇博文寻求帮助。我思来想去，都没想出自己到底做过什么，才会让他恨我入骨。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从商多年，不可否认我必定得罪过不少仇家，但我手上一定没有人命官司。到底是什么样的深仇大恨，才能让程兰狠心做到这个地步？我决定先去他所在的大学亲自调查。这辈子我没回复程兰，更没有加他的联系方式，所以我一点也不担心会被程兰发现。到了学校，我直接去见闻校长。他和我是多年好友，我信得过他的为人。为了不耽误时间，我直接开门见山，提出要查一个叫程兰的学生。文琪没多迟疑，就叫人找来资料。我对他们学校的捐助数不胜数，文琪误以为我是在寻找下一个资助对象。出乎意料的是，程兰居然各科成绩优秀，在系里名列前茅。我打听她的家庭情况，文琪却说她也不太清楚，只知道程兰原本性格开朗，很受欢迎，但一次请假回来后，整个人就性情大变，只知道闷头学习，有些不太理人。我把她的资料复印一份带走，为了不让丈夫和女儿知道，我准备把她交给私家侦探继续调查。现在看来，程兰之所以会对我恨之入骨，很可能和那次请假有关。我心事重重地离开校长室，完全忘记叮嘱文琪不要和程兰透露我来过这件事。在我走后没多久，文琪就把程兰叫来，喜气洋洋地告诉他，霍氏集团总裁霍敬平对他亲言有加，很可能要给他资助。我开车先回公司，路上接到一通电话，是我联系的医生来向我汇报，他说2份血液样本的比对结果已经出来，经过鉴定，程兰和我完全没有血缘关系。我松了一口气的同时，又不免觉得失望。看来我果然不能再心存幻想，抓住心头的那一点执念不放。老公说的对，我根本就没生过儿子，我这辈子就只有霍香一个可爱的女儿。正当我胡思乱想间，车子后头猛地一声巨响，紧接着一股巨大的撞击力从后座传来，我下意识惊恐地踩了刹车，可猛然间，左边突然冲出来一辆飞速的出租车，砰！车子直接被撞飞出去，车前盖重重撞在树上，我的腿疼得几乎都要断裂。隔着车窗，我看到对面的程兰朝我露出阴险一笑，四周的尖叫声都在看到她那张脸的刹那安静下来。我屏住呼吸，
忍着双腿发出的剧痛，勉强和他对视。程兰一拳打碎我的车窗，捏住我的下颌，逼我和他对视。挺有本事的，霍总，昨晚不回我的消息，今天就直接查到我学校里来，是不是亏心事做多了，自己也觉得对不起我，所以心虚想要斩草除根？他手上的力道仿佛要把我捏碎，眼睛里流露出的是刻骨的恨意。不是，我连忙否认。但下一秒，一道亮光划过我的眼睛。程兰目光阴狠，下手果决迅速，她的刀子再次精准割破我的喉咙，鲜血骤然喷涌而出。我没来得及说出任何辩解询问的话，不甘心地闭上眼睛，手指下意识攥紧身侧刚刚拿到的那份资料。再次睁开眼，我又回到昨晚。死亡的窒息感还未完全退却，我像在岸边快要渴死的鱼，抓起一大杯水就咕咚咕咚猛灌下去。等我头脑彻底清醒过来，我才看向手中抓着的东西，程兰的资料。我果然把它带回来了，幸好我还能抓住我这一丁点线索。我把文件袋藏在柜子最下面，刚做完这些，身后就传来丈夫的声音：“你在干什么？”我手吓得一抖，可等我再抬起头，又重新恢复镇定。渴了，出来倒杯水喝。丈夫朝我身后看了一眼，只一眼便迅速收回。你脸色很差。我讪笑一声，刚刚做了噩梦。丈夫很心疼地抚摸我的脸颊，刚要说些安慰的话，他猝不及防看到我还没熄灭的手机屏幕中央，程兰那句醒目的话：“请问是霍女士吗？我想和您聊聊那封寻亲启事。”丈夫感到不可思议：“你又发寻亲信息，在找儿子？”我连连摇头否认，是他主动联系我的，而且我知道我们只有一个女儿，这人一定是个骗子。丈夫脸色这才好看一些，他搂住我的腰，亲昵地用鼻尖摩挲着我的鼻子。如果夫人真的这么喜欢儿子，我们可以现在努力给小香生个弟弟。我被他臊得红脸，忙不迭推开他跑进卧室，完全没注意丈夫在我走后，眼底温柔的表情瞬间变得阴沉无比。早上醒来，我累得仿佛全身都要散架。丈夫劝我今天在家好好休息，公司的事都交给女儿处理，他也会在家陪我，不会无聊。我惦记着那份资料，找了个借口把人支开，然后独自去咖啡厅约私家侦探见面。我开门见山，直说自己想要有关于程兰从小到大的全部资料。侦探拿钱办事，当晚就给我反馈，或总要查的这个男孩有点特殊。怎么特殊？他和您有点渊源，或者说他曾经救过您的命。我迫不及待看完侦探递来的监控照片。10几年前您被绑架那次，是他舍命把您救了。不可能！我几乎脱口而出。侦探略微感到诧异，那不然您是如何活下来的？我又瞬间哑火，因为在我紊乱的记忆中，是我那不存在的儿子在千钧一发之际扑向绑匪，把我救下。侦探指出几处比较明显能作为证据的监控录像，从这几个地方可以看出，他一直都跟着您，也只有他是第一个发现您被绑架的人，所以一定是他。不，想要否认的话，在证据面前，忽然又有些说不出口了。我隐藏情绪，平静地继续问他：“那你有没有查到我和他到底有什么私仇？”侦探抿了下唇，眼神骤然变得锐利。我直觉这是不简单，也就没有催促他赶快说。他似乎是在判断我到底是不是装傻。等了一会儿也没有结果，他就干脆把关系挑明，你们不能说是私仇，应该说是杀母之仇。你间接杀了他的母亲，就在1个月前。我不知是用什么表情再次回到家，手上的资料只有几页，却重得我快要提不起胳膊。丈夫和女儿早早等在客厅，看我脸色苍白，女儿主动给我倒了一杯热茶舒缓精神。我靠在沙发上，只觉得疲惫不堪。10几年前那次绑架后，我的精神就渐渐不好，很多事我都选择放手交给丈夫和女儿打理。但我从未想过，他们有一天也会犯下弥天大错。我将一份公司的绝密文件摔在桌上，声嘶力竭：“你们为什么要杀人？”霍香大大的眼睛里聚起一层水雾。妈，我和爸爸也不是故意的，都是那家人顽固不化，我们只是想教训他们一下，没想到底下的人下手太重，竟然失手把人打死，这真的不是我和爸爸的错。你还在狡辩？我对他失望透顶，曾经那些愧疚都在此刻烟消云散，化为一股无力的愤怒。丈夫也跪在面前向我道歉。你别怪女儿，都是我的主意。当时城西那片地我们必须拿到手，才能有场地建起实验室，做下一步的研究。可那家人贪得无厌，拿了我们几百万还不肯点头签字，竟然还想狮子大开口索要更多，他们全都该死。我一巴掌扇在他脸上，但打完又有些后悔。我自己何尝没有责任？在外人看来，公司是我的，实验项目也是由我带头，那别人所做的任何事肯定都是得到我的受益，而我理应为丈夫和女儿的过错买单。我痛定思痛，决定自首。霍香一把拽住我的手，死活不让我走。妈，如果您去和警察说出实情，那我和爸爸就要坐牢，我们的前途可就毁了，以后我怎么见人？乖女儿。我开掉她眼角的泪水，长叹口气，你已经是成年人了，就应该为自己做错的事付出代价。等你出来，妈妈一定会亲自接你，你还是我唯一最爱的女儿。是吗？霍香忽然站起来，眼神淬毒地逼问我，你到底最爱的是我，
还是你想象中根本就不存在的儿子？我大吃一惊，没想到他会在这时候和我摊牌。他逼近一步，不依不饶。妈，外人都说你是隐藏的重男轻女，你之所以还愿意让我进入公司，只是因为你还没有儿子，是不是为了一个离谱的幻想，你就要把我送进监狱，好给你想象中的儿子扫清障碍？不是的，香香。我忽然觉得头痛欲裂，抬手示意他不要再说下去。可霍香却像是没看到，情绪越说越激动，就连我丈夫都跟着一起逼迫我。我的大脑疼得快要炸开，下一秒身体率先替我做出懦弱的反应，我夺门而逃。可才跑出别墅区，我就被人拽住手臂拖到旁边的小巷。再抬眸，程兰那张愠怒的脸又一次出现在我面前。我真的累了，好在现在弄清楚状况，我愿意还他一条人命。我仰着头，把脖子完整的暴露在他面前。程兰眼底浮现出讽刺的笑意。现在你倒是一副慨然赴死的样子，当初你害死程哥，逼自己的亲生儿子为你去死的时候，可理直气壮得很。你说什么？我猛然瞪大双眼，但该来的还是来得太快，我又被他一刀抹了脖子。可他那句话就像一颗炸弹，终于在我心底引爆，将我炸得粉身碎骨。他竟然说我有一个儿子。我拼命想伸手抓住他的一片衣角，可却只能再次从床上醒来。丈夫被我惊醒，询问我为什么额头会出这么多汗。我大力推开他，奔进洗手间，整理已经快要崩溃的大脑。程兰说我有一个儿子，这是10几年来我的幻想第一次得到别人的肯定。我一头把自己扎进冷水里，在抬起头时，思绪已经变得清明。2次。程兰主动追杀我2次，必定是因为有人通风报信。第一次时，文琪应该只是无意间向程兰透露我去学校调查她的事，而第2次，只有可能是我最亲爱的丈夫和女儿故意为之。从我进门开始，他们就为我的死亡做下铺垫。恐怕那杯茶水里被霍香下了药，才会让我头痛不止，失去思考的能力。这次我没有那份资料暴露我的目的，我要亲自查证一直以来自称是我最亲近的2个人到底是什么妖魔鬼怪。我变得前所未有的清醒。这次在看到程兰发给我的私信时，我选择主动出击。我知道你想杀我报仇，但请相信，现在的我对曾经的事毫不知情，可否见一面，把你所知的事情都告诉我，哪怕最后还要我死，我也心甘情愿。这句话发完后，程兰就没再给我任何回复。我心急如焚，凭着记忆主动加上她的私人联系方式。程兰几乎是1秒通过，她名字下方正在输入中的字样亮了又灭，最终发过来一张图片，是一份她母亲的死亡报告。我深表歉意，并且提出会帮她复仇。我把前世丈夫和霍香的说法告知她。程兰犹豫了10几分钟，最后提出需要看到我的诚意。我一口答应。隔天我就去公司，从保险柜里亲手取出那份罪证，然后把它交到程兰手里。我只有一个请求，告诉我有关于我儿子的事。我想知道他为什么会凭空消失。但程兰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他的眼里没有多少大仇即将得报的快意，反倒涌起一汪泪水，让事情变得愈发扑朔迷离。他说，难道你真的彻底忘了自己到底是因为什么才能在短短几年内迅速积累财富，从白手起家做到如今的倾城首富？我茫然地摇摇头，不是因为我研发的程序被人看中，大面积推广吗？程兰掉下一颗眼泪，嘴角却是在笑。当然不是，你之所以能爬得这么快，都是因为你牺牲了自己的儿子，你把他变成了一个不男不女的怪物，又利用这个当做噱头，吸引不少有钱人来给你投资，否则单凭你一个人，恐怕一辈子都挣不到这么多钱。你是什么意思？我连说话的声音都有些发抖。程兰打量我好一阵，确定我不是伪装，表情怜悯又充满恨意。难道你脑子真出了问题，连你自己命名的813计划都给忘了？那一瞬间，我仿若被雷击中，一段陌生又带着熟悉感的记忆纷至沓来。813计划，20年前的8月13号，我亲手把一个孩子关进铁笼。那孩子长着一双好看的丹凤眼，可记忆中那双眼里就从未有过笑意。笼门关上的一刹那，他最后一丝希望也尽数破灭，连哭都忘了，只能顺从的一步步走向面前的地狱。啊！我又感到脑海里一阵剧痛。我的声音吸引来外面服务员的注意，他们立刻闯入，询问我是否需要紧急去医院就医。我摇摇头，把人都赶出去。现在正是我想起儿子的关键时期，我绝不能就此退缩。程兰连声音都染上哭腔。如果你真想找到真相，那你就去这张纸条上的地址，这是813计划的旧址。我知道在背后和你交易的人非富即贵，我没有证据，动不了他们一根汗毛。我只希望你在想起一切后能够保留些许良心，好好给程哥赎罪。他说完这些就独自离开。我迫不及待开车前往那个地方，越是靠近，我心底里就越是恐慌。那是一片已经废弃的工厂，院子里长满杂草，到处坑坑洼洼，人走在上面一不留神就会滑倒。铁门上锈迹斑斑，好在没有上锁。我轻轻一推，大门就发出吱呀一声古老陈旧的声音，仿佛是忠实的老仆在欢迎我这位主人的到来。里面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从外表看上去，这里和普通工厂没有任何区别，只是走到深处时，我的心跳会莫名加快，过去的画面一次次闪进我的脑海。我循着记忆，在幽暗的走廊深处按下一个被藏起的红色按钮，刹那间，灰尘四起，闸门应声而开。这次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实验室的空壳。我打开手电筒，伴着自己的脚步声，一点一点接近当年的真相。我找到程岚所说的铁笼，只看一眼，我就瞳孔骤缩。那栏杆上还印着的是一枚小小的血手印，而笼子内部布满厚厚一层血痕。我好似听到了男孩的求救声，他在一声声地叫我妈妈。我不敢再看下去，转头看向身后的实验台，架子上还摆放着各种手术用具，还有一些被遗忘的过期药品，每一样东西上面都带着斑驳的血痕。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瓶药正每天出现在我的床头柜上。我又感到一阵头晕目眩。正在此时，外面居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我快速把药瓶收好，躲到角落里一处隐蔽的架子后面。找到人了吗？没有，他一定就在这里。男人挥挥手，赶走身边的保镖，一步一步朝着我的方向靠近。霍总，捉迷藏的游戏该到此为止了。你的丈夫和女儿现在都很担心你，你该跟我回去接受治疗。这声音是我的心理医生齐放。从10几年前我获救那天开始，我几乎每天都会去他的诊室治疗心理疾病。也正是在他的治疗下，我一天天淡忘对儿子的印象。现在看来，从那时开始，我的丈夫就已经布下了这盘大棋。但我不明白，霍成明明是我和他的儿子，他为什么费尽手段也要让我忘记？而我又真的是害死儿子的罪魁祸首吗？就在我沉浸在思绪中时，齐放已经和我只有一墙之隔。我甚至能听到他绵长平稳的呼吸。我握紧随手捡到的铁棍，闭上眼睛，刚想暴喝一声杀出重围，下一秒，程岚忽然出现，一棒替我打晕齐放。他拽着我的手，脸色阴沉的可怕。我们一路回到车上，他仍旧一言不发。我小心翼翼地问他：“你和霍成是怎么认识的？”程岚浑身一僵，拳头下意识在身侧攥紧，好似费了很大力气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他救过我，就是在这里。”我一下瞪大眼睛，不可置信地上下打量着他。程岚面色不善，我小时候四处乱跑，无意中来过这片地方。那时候工厂四周都是保镖，他们看到我就要把我抓进去，我很害怕，拼命求饶，然后我就遇到了霍成。他那时候浑身是伤，跟在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后面，神色木讷，却还执着地要救我。他让我快跑，还塞给我一手桂花糖。他说那是他妈妈做给他的，他要永远记住这个味道。话说到这儿，他就再也说不下去，连成线的泪水打湿少年的脸庞。我的心也跟着一阵抽痛。把好好的一个男孩子变得不男不女，再任由他被陌生男人带走，这背后藏着的阴谋该有多肮脏，不言而喻。很难想象我是干出这种事情的主谋。平心而论，我应该并不狠毒。程岚像是也想到我就是那个凶手，猛地转头看向我，刀子再次架在我的脖子上。我来救你，只不过是知道一个真相，刚才那个人应该知道内情，我去把他抓起来刑讯逼供。在此之前，你先告诉我，你为什么会认定是我逼迫霍成？这是一直困扰着我的关键。程岚盯着我，面无表情地说：“因为你当时和霍成一起从工厂出来，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上了别人的车，被人带走。后来你被人绑架，我很庆幸，我希望你能就这么死了，那样霍成就能重获自由。可我却发现他竟然一直在背后偷偷跟着你，他想救你。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恨不得冲上去把他打晕，可他的眼神太坚定了。他说他一定要救自己的母亲。我已经泪水连连，陌生的记忆忽然再次涌现。我被绑匪逼迫站在悬崖边，可本该给我送来赎金的家人却迟迟未到。绑匪耐心耗尽，想要撕票，情急之下，是霍成忽然扑出来救了我。他和绑匪同归于尽，摔下山崖，尸骨无存。而我终于等到警察救援。我以为我是在这之后被齐放动了手脚，记忆和意识开始被人控制，但如果真如程岚所说，那我恐怕早就被人联手算计。这也就能解释了，分明我身份地位不低，却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见过我的儿子。他们分明是早有预谋。我把车门锁上，不顾他要吃人的目光，开车把他带到了齐放的心理诊室。我来这里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没人会阻拦我，但同样我也没有多少时间，我必须查清真相。我先打开齐放的电脑，查看过往的就诊记录，果然让我在最底层的文件夹里发现了一个加密文件。但这可难不倒我，当年我就是计算机系的天才，毕业没多久就自主研发了很多专利，破译一个密码对我来说只是时间问题。我让程岚在门口放风，然后快速专注地入侵齐放的加密文件。时间在1分1秒的流逝，额角的汗珠不自觉地开始滑落。与此同时，诊室外面我已经听到护士叫了一声霍小姐。我知道我真的没时间了，只差10几秒。诊室的门传来咔嗒一声轻响，我慌忙抬起头，可紧接着程岚就重新把门关上。外面传来2人的交谈声。霍香的语气不容置喙，但好在这里到处都是监控，他很难直接对程岚动手。
电脑上终于出现破译完成的字样，我迫不及待打开文件，里面竟然存放的是上万张照片，每一张上都有我儿子的脸，他痛苦的、绝望的，穿着短裙被人虐待殴打的，还有被多人肆意侵犯的照片。我呼吸骤停，这帮畜生！外面已经传来打斗声，看来霍香还是做足了准备。我擦掉眼泪，不敢多看，迅速将文件拷贝下来。刚做完这些，霍香就带人闯了进来。他看着我，皮笑肉不笑地叫了一声妈，然后视线在我和电脑之间来回逡巡。我说：“别叫我妈，我只生过一个儿子，他叫霍成。”霍香脸色一白，表情陡然变得狰狞。看来你真的什么都知道了。既然你这么想你儿子，那你就下去陪他好了。我抓紧手边的椅子，准备随时反击，可一双手却从背后伸出，拦住霍香的动作。那人竟然就是齐放，他还是戴着那副金框眼镜，看上去斯斯文文的，其实内里已经烂透。一想到那些照片，我就心痛到无以复加，恨不得把他们全部活剥了，给我儿子报仇。齐放一步步走近我，招招手让人先把我制住，然后捏着我的嘴巴，逼我强行吃下几粒药丸。这和我在实验室里找到的是同一种药。齐放说他现在还不能死，既然他不听话，那就重新催眠好了。我拼命干呕，想把药吐出来。齐放死死捂住我的嘴巴，然后掏出怀表开始控制我的精神。我反抗的力道渐渐变小，意识昏沉间，我仿佛看到了霍成。他意气风发，正背对我站在阳光下，我朝他呜咽叫喊，他才转过头。可他脸上没有笑容，只有道道脏污的血痕，血水像打开了闸门，顺着他的额头不停涌出。我吓得尖叫一声，再睁开眼，程兰就在我面前倒下。齐放甩了甩发疼的手腕，嫌恶地踢了一脚昏迷的程兰，多管闲事。不要！我奋力缩回双手，却无济于事。霍香款款走到我面前，扬手扇了我一个耳光。你知道你的不听话会带给我多大的麻烦吗？要不是留着你还有用，我绝对会把你折磨到死。你就眼睁睁看着我把你的一切都蚕食殆尽，亲眼看着我们全家幸福。小三生的女儿永远都上不了台面。我毫不畏惧地回击。从我找人给程兰做亲子鉴定的时候，我就顺便做了我和霍香的。结果表明，霍香根本就不是我的孩子，但她是我丈夫的亲生女儿。答案不言而喻。可那又怎么样？霍香笑得癫狂，在所有人眼中，我就是你唯一的亲生女儿。你死了，只有我能继承家业，你的一切都是我的。而你的儿子只能落得一个尸骨无存的下场。他活着的时候被人折磨的那副惨样，你一定很想看看吧？要不要我把录像挨个为你播放一遍？我的恨意陡然攀到顶峰。霍香正要得意，我却又无奈地笑出了声。霍香顿时警铃大作，你怎么还笑得出来？难道你真的疯了？你就不好奇为什么都过去这么久了，你爸还没有出现吗？霍香下意识看了一眼手机，最后一次和他爸的通话还是在半个小时以前。而就在这时，齐放扭了扭酸痛的脖子，哥俩好似的拍拍我的肩膀。好久没演戏了，我的演技可没有退步吧？演得不错，我发自内心的赞了一句。霍香不可思议的后退一步，你们，齐放当着他的面，缓缓摘掉脸上的仿真面具，露出底下那张独属于文琪的骄傲恣意的脸，让你亲口认罪，可真不容易。我的出场费记得结一下。你们骗我？齐放人呢？霍香尖叫一声，下意识就想跑。保镖已经把我放开，转而像一堵人墙一样拦住霍香的去路。文琪笑眯眯道：“按照时间来算，他应该已经在警车上睡着了吧？你们报警了？”霍香咬牙切齿：“那些事都由你亲自出面，你要是报警，对你也没有任何好处。”这你可说错了。程兰也从地上爬起来，双眼阴恻恻地盯着他看。1个月前，你们暴力拆毁建筑，殴打我妈致死，证据确凿，该遭到报应的应该是你们。齐放可不是什么好人。我冷冷地拿出手上的 U 盘。自从他决定和你们联手那一刻起，他就从没有停止过保存你和你爸的证据。他应该是怕哪天东窗事发，你们会把他当作替罪羊，所以就想捏住你们的把柄。金钱交易、录像、录音，每一样都足够定罪。霍香终于慌了，他掏出一把小刀，想要和我们鱼死网破。只可惜，警察已经彻底将这里包围。在来的路上，我就预料到会有接下来这一幕，所以我早就让程兰报警，就等着请君入瓮。很快，霍香等人就全部落网。而我因为长期被骗服用精神类药物，已经出现了很严重的精神紊乱，也正因如此，法院无法将我定罪。我将公司彻底交给程兰打理，把他当做自己的儿子，一点一点教给他应该掌握的技巧和人脉。夏末，我们一起去墓地看望霍成。我做了3颗桂花糖，1颗给程兰，1颗给霍成。我让程兰先回车上，然后独自靠在霍成的墓碑上，吃下最后那颗桂花糖。意识昏昏沉沉间，我仿佛又被拉回过去。我站在实验台前，神色冷峻。一旁的工作人员有些不忍心，再次向我确定：“你真的要对小少爷这么做吗？”我毫不犹豫地点了下头。
他从出生起就是双性人，我们霍家绝对不能留下这么一个污点。动手吧，能为霍家的事业贡献一份数据，也算他没白做我霍敬亭的儿子。霍姨，我听到有人像是隔着一层迷雾，在拼命喊我，推搡我的身体，但我已经迷失在残忍的回忆中，不想醒来。程兰说的对，是我害死了我的儿子，而如今我该为他赎罪。我意识越发的模糊，眼前墓碑的照片却渐渐变得清晰。少年眼睛含笑，温柔地望着我。妈，哎。